这只乌鸦只是看了一眼男人点火，就学会了如何抽烟。他偷偷叼起一根火柴，快速的划过木门将它点燃，然后直接丢到了沙发的报纸上。一瞬间，豪宅就燃起了熊熊大火。眼看着守卫都去救火，乌鸦成功飞进了地下室。原来他这么做是为了救自己被关在这里的主人梦神。乌鸦一下一下的撞击玻璃，可突然这只神兽就这样死在了自己主人面前。即使是梦境世界的神，由于被困在这现实世界的法阵里，也对自己宠物的死无能为力。梦神非常不爽，因为困住他的只是一个三流巫师。10年前，巫师想要通过禁忌之术召唤死神，复活自己已经死去的儿子，可一个不小心召唤成了梦神。虽然没能复活自己的儿子，但他夺走了梦神的3件法宝。失去神力的他就这样被困在结界里整整10年。而巫师靠着梦神的法宝获得了无尽的财富，甚至还娶了一个比自己小50岁的老婆。但得知老婆怀孕后，巫师却因为曾经的丧子之痛，当场请来医生要把孩子打掉。女人接受不了，悄悄摸摸的离开了豪宅。但她带走的还有梦神的那3件法宝。巫师这下可气坏了，他找到梦神，说可以将他释放去寻找自己的宝物，但条件是出来之后别杀自己全家。梦神听完后依旧一声不吭。巫师有些害怕，只好让手下们加强防护，绝对不能让他出来。多年后巫师去世，他的小儿子一直觉得愧对于梦神，希望能获得他的原谅，并保证不要伤害自己，答应的话就可以放他出去。可整整过了80年，梦神都没有回他的话，他无法相信这个当年杀害了他乌鸦的男人。小儿子决定最后给梦神一次机会，如果不同意，他将永远不会再来地下室。看见梦神一言不发，他只好坐上轮椅，无情的离开了这里。但他没注意到的是，轮椅的轮子不小心将结界划开了一道口子，梦神透过结界的缝隙进入了守卫的梦境。守卫看见自己来到了一片沙滩边度假，可眼前的美女摇身一变，变成了那个可怕的梦神。他赶紧开枪射击，但这正中了梦神的圈套，子弹击碎了面前的玻璃。这个梦境之神在被困了近1个世纪之后，终于重获自由，而这一次他将把自己失去的所有全都夺回来。梦神第一时间就找到巫师的小儿子，并处以极刑。他将陷入永恒的噩梦，但永远不会死去。而当梦神回到梦境世界时，却惊掉了下巴，这里竟然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原来在梦神失踪的100多年里，人们纷纷猜测他抛弃了梦境世界，所以大都选择了离开这里。宫殿里只剩下了他最忠诚的仆人。不过没关系，梦境世界本身就是梦神创造的，他只需要重新修复这里就可以了。可突然空中的碎片散落，梦神倒地不起。原来是因为他失去了自己的3件法宝，神力没法得到完全的发挥。但法宝已经在人间丢失100多年，不知所踪。仆人提议让他去找命运神或者欲望神帮忙锁定法宝的位置，可梦神只是淡淡的说，他们如果想帮忙的话，早就会来地下室救自己了。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求助于全能全知的宿命女神，而破碎不堪的梦境世界早就没有可以献祭给女神的贡品了。梦神只好来到梦境之海，尝试进入别人的梦境当中窃取宝物。仆人劝告他这样做非常危险，因为他没法确认别人做的是美梦还是噩梦。梦神可管不了这么多，他将细沙撒进海里，水里便出现了他清晰的倒影。可下一秒，梦神一下被拉入了海底，他集中精神才成功施展了神力。他在一个农民的梦里偷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，随后又在一个电影迷的梦里拿到了祈愿之神。最后他进入兽笼，抓住了象征生命、死亡和重生的大蛇。贡品收集完毕，宿命女神被他召唤了出来。女神满意的接过大蛇，蘸了点醋就一口生闷。可宿命女神并不是那么容易讨好的，梦神问的所有问题，女神都只模棱两可的回答了一半。第一件法宝沙袋在伦敦被人给卖了，而最后一个买主是一个魔法师，名字叫做康斯坦丁。第2件法宝头盔被一个神秘人拿去做了交易，他和恶魔换到了一块护身符，所以头盔落在了地狱中某个恶魔的手里。第3件法宝红宝石被一个母亲传给了他的儿子。梦神刚想问那个母亲现在在哪儿，女神却说宿命女神消失在了黑夜中。得到线索之后，梦神即刻出发。他来到了人间的一座教堂，这里正在举办一场奇怪的婚礼。英国女王的千金公主竟然准备嫁给一个黑人穷小子。可当牧师问男人是否愿意时，她却感觉有点想吐。公主还以为是男人不爱自己了，可随着牧师嘴里的念念有词，男人呕吐的症状越来越明显。下一秒，他竟然吐出了一只巨手。随后一个恶魔从他的嘴巴里爬出来，当场将男人撕碎。原来牧师的真实身份是顶级驱魔师康
斯坦丁。恶魔被他的咒语逼出了原形，而当他准备收了恶魔时，梦境之神墨菲斯突然出现将他阻拦。他说自己的法宝被人卖进了地狱，他需要从恶魔口中问出那个买家是谁。但康斯坦丁可不管这么多，他直接拿起十字架念起了驱魔咒，将这只恶魔当场就送回了地狱。梦神也拿他没办法，因为他和康斯坦丁300年前的祖先曾经是好兄弟，但他还是悄悄跟踪了女人一路。趁着夜色将至，梦神潜入了女人的梦境，在梦境里有一扇门，打开之后他看见女人正在驱魔，可此时他的妹妹突然出现，在混乱中恶魔将他的妹妹一起拉入了地狱。女人猛地惊醒，看见了面前的梦神。梦神知道刚才这一切都不只是噩梦，而是他的一段回忆。他说可以帮助女人免受噩梦的打扰，但条件是需要他把自己的另外一件法宝沙袋还给自己。康斯坦丁说可以，但沙袋目前不在他身上，而是丢在了原来的室友那里。于是他们一起前往了公寓，但明明没有提前通知，室友却突然给他们开了门。他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这里，因为之前他们大吵一架之后，康斯坦丁连东西都没收就离开了公寓，而现在的室友不仅不怪他，反而还流出了眼泪，说非常想他。不过室友越来越不对劲，他的脸分明就变成了一堆散沙，消散在了空气中。此时梦神赶到，他告诉女人这一切都是沙袋在作祟，沙袋可以给人制造最美好的幻象。而当康斯坦丁推开真正的门，发现室友握着沙袋已经瘦得不成样子，看来他一直沉浸在沙袋制造的美梦里不肯醒来。女人非常后悔把沙袋留在了这里，随后他还谴责梦神，说他拿回沙袋是为了拯救全人类，难道室友就不是人类了吗？梦神无言以对，他默默走上前，抓起一把沙子撒在了室友脸上，一瞬间他容光焕发，随后便做了这辈子最美丽的梦，然后在安详中离开了人世。这或许是梦神唯一能为他做的事。拿回沙袋之后，梦神将要前去寻找自己的第二件法宝头盔，而他此次的目的地正是地狱。越过地狱的边境，梦神直接找到了地狱之主路西法。看着梦境之神远道而来，路西法直接将那只拿到头盔的恶魔召唤了过来。可小恶魔说这是他用红宝石找人类换的，所以不肯将宝物归还。正当两人争执不下，路西法提议他们可以用地狱的规则来决斗，如果梦神赢了就可以赢回法宝，而一旦输了，梦神就得做这个小恶魔的奴隶。梦神轻蔑一笑，立马就同意了这场决斗。而地狱决斗的规则是可以指派一名代表代替自己出战，梦神显然只能派出自己，而这个小恶魔却派出了地狱之主路西法。梦神这才意识到自己中计了，但话已经说出，他硬着头皮也要和路西法开启这场决战。36万只恶魔全都来到现场，见证这场世纪之战。作为被挑战者的路西法率先出招，他的异形化作一只凶狠的野狼，游走在黑夜深处。梦神马上化身为一个猎人，一箭射穿了野狼的肚子。路西法一声惨叫，肚子上便出现了一滩血迹。他马上展开反击，化作一只灵敏的巨蛇，一口咬向猎人的马蹄。毒液一瞬间侵入梦神的身体，麻痹了他的神经。梦神稍作镇定，随后幻化成了一只老鹰，用他锋利的尖爪撕裂了巨蛇。眼看着落入下风，路西法机智地化身成屠夫刀上的细菌，侵入老鹰的体内，将它彻底吞噬。腐败的病毒在梦神体内散开，在他即将完全腐烂之前，梦神直接使出大招，将自己化作了大自然，滋养万物，容纳百川。路西法见状，大喊一声，化身成一颗陨石，砸向地面，燃烧了整片大地。已经7分熟的梦神躺在地上奄奄一息，他只好玩赖的说自己是宇宙，包容万物，接纳所有生命。可突然整个宇宙被黑暗吞噬，原来是路西法幻化做了暗物质，吞噬了宇宙的每一个角落。梦神一脸苍白，黑暗甚至已经吞噬了他的体温，他连说话的力气都已经没有了。乌鸦赶紧上来提醒他，他还可以化作梦境，梦是绝对不会死的，无论如何也得活下来吧。但梦神却没这么做，他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说了一句一片光明照亮了地狱的每一个角落，路西法流下眼泪，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战胜希望了。这场决斗是路西法彻底败了，他只好老老实实的把法宝头盔交还给了梦神。但取回2件法宝的梦神也只恢复了3成法力，因为他最强的法器红宝石还没有被找回。梦神戴上头盔，通过头盔的千里眼锁定了红宝石的位置，他正被人藏在了一间仓库之中。梦神来到这里，小心翼翼的将他捧起，这下终于可以重新修复梦境世界了。可他突然注意到有些不对劲，这颗红宝石好像被人改造过。
此时，一个神秘男人来到仓库，捡起了地上的红宝石，但红宝石却对他没有造成任何伤害。原来改造红宝石的男人正是约翰。所幸晕倒在地的梦神没被发现，约翰就这样离开了仓库。他要用这个神奇的法宝打造出一个专属于自己的世界，一个没有谎言的世界。由于他的母亲是一名世纪大骗，甚至连自己亲儿子的身世都隐瞒了80年，直到他80岁的今天才知道自己是巫师后代的身份。约翰决定用这个法宝破除人世间所有的谎言。他走到边上的餐厅，发动了红宝石的超能力，全世界所有人都不再说谎，脱口而出的都是自己的心里话。但这反而让世界大乱，因为谎言在某种程度上是这个世界的保护色，人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恶劣，甚至许多大城市都发生了暴乱。约翰看着这一切，觉得这才是人类世界本来就应该的样子。突然雷光一闪，梦神来到了他的面前。梦神说，并不是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的，人和人之间本来就有一层膜，谎言可以帮他们保持最恰当的距离。随后他要收回自己的法宝红宝石，让约翰停止这种引领人类灭绝的行为。一瞬间，梦神就让约翰陷入了噩梦，他的母亲在背后狠狠地掐住了他的脖子。紧急时刻，约翰大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个梦，红宝石便帮他破除了这层控制。约翰展开反击，在梦境世界发动能力，大肆破坏这里的一切。梦神被他逼出原形，最后一次警告他要交出红宝石。可没想到约翰却直接使用红宝石的力量，开始反向吸收梦神的能力。没错，红宝石里可是有梦神70%的法力。逐渐的，梦神的神力尽失，瘫倒在地上无法动弹，而吸收了全部梦神力量的红宝石竟然当场碎了，梦境世界完全消失。约翰成功杀死了梦神，可他仔细一看，自己正站在巨大梦神的手上。原来红宝石承受不了梦神100%的力量，便碎在了梦境世界，而梦境世界和梦神本身就是一体的。现在他已经恢复到了全部力量，梦神只需要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的捏死这个凡人，但他还是选择让约翰睡着，并将他放回了人间。经历过这么多事情，梦神早已不是当年那个自负的君主，现在的他只想用自己的力量恢复人间的秩序和善意。